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然后我研究一下，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要是行的话，就当囤年货了。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种拉丝的状态，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完了还得手动剔筋膜。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就越得越吃劲儿。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他说生命很可贵，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后来灌肠的时候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的爽，那肉块切的都大，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的那种灌肠器。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这火腿灌完了得风干一下才能煮，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就试着在德物买的新衣服。这不快过年了吗？买了几件龙行大运，寻思总有字儿。现在新年新人福利，前100单只需要39。要是点评论区置顶打个得物啊，还有机会抢1000元物门卡优惠券，买着能更便宜，而且物流特别快，都是品牌包邮直发，很多都是次日达，你们快去看看吧。然后这些火腿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烤鸭炉熏呢，它不太好控温，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了。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我去找了个红场厂上班去了。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完了还得看着温度填果木。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不过这玩意折腾是折腾，但做出来是真好吃。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我感觉把我命搭里都值了。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就这么拿着啃着吃，实在太爽。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这半夜饿了来2片火腿，再开一罐冰镇饮料，我的天！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吃着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我寻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首先也是最致命的，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而且要命的是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吸入的答辩分子过多，就直到第2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答辩味呢，我真是服了我。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然后还得摘肥油、刮底板的皴，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主要最要命的是现在天热怕坏，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基本没怎么合眼，这强度太致死了。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然后我本来买了10个电火锅，打算涮点毛肚吃，现在累得没心思吃了，都是没用过的，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家里还有2个闲置的拍立得，我一起挂上去了。这些都是5块钱一个，大家点评论区链接咸鱼搜狗送就能看到了。记得关注一下我咸鱼号，后续还会上新。你们要是不用的闲置，也可以挂上去赚点钱。然后这些毛肚稍微烫几秒，再迅速过个凉，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我又配了好多贡菜，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等有机会去产地连一轴做那500斤，估计就啥都明白了。后来调味的时候，我们先是试了好多种配方，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根据肚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也是因为太累了，不想给调料分装了，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肚包，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这卖相有点一般，不过好吃是真好吃，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吃着又脆又香，真的特别爽。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它现在是越吃越麻，越吃越想吃。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连吃了4罐，结果直到第3天，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啥也听不着呢。
我爸今天过生日，我回来给这个老东给这个老爷做点饭，没舍得买帝王蟹，买了个龙虾。龙虾其实也是头一次吃，这给我和我妈愁的呀。哎呀，哎，这不错，还得是我妈，但这其实就是生活的锤炼。我爸不他妈比龙虾难收拾多了。螃的海鲜我也整了点，但是给鲍鱼切成王八属实计划之外。做饭还是得跟我妈搭班子，不像我弟，算了，他们挺高兴的，不提他了。龙虾我决定避风塘炒了，要蒜蓉蒸，我爸非得说简单，他一个菜不做，可能逼别的。就这都得给他收拾干净了，他惜命，看着一点黑的就都给你撇了。这些海鲜一样当胃口，龙虾为主，爷们来个龙虾生日海鲜面。这顿饭花我不少钱，但好在我干个兼职，播音配音我都是在网上学的，晚上抽几个小时给有声书配音就能挣着钱。链接我挂这儿了，你要也想兼职挣钱，点一下就行。我这普通话都挣钱了，你寻思吧。最后我又做了几个红色的菜，我妈又炒了2个没人吃的素菜，蛋糕摆当间，赶紧开席吧。来吧，吃香香了，炒肚、烧茄、油大、称蛋。蒸多、生蛋、碧龙、蒜爆、辣鲜、炸黄、龙面、干馍，妈累死我了。最后我说爷们，我敬你一杯吧。我爸给我整出个没捏式疤了。哎，我去，老头还上网。我等会儿得翻翻他的喜欢列表。我爸今天心血来潮要跟我妈过个节，他说昨天晚上学了一宿那个爱心饼干，我看他这个动作，估计是眼睛学了一宿，脑子和手应该是8点多就睡了。我妈回来我看着这个，过了15，我可能就是单亲家庭了。但这种菜系我也不行，我就给我同学整来了，他给做个爱心棒蛋糕，我爸说色香味都不错，就是给我们2口子心眼捏的有点小。我们同学一听这话性情了，说爷们你歇着吧，今天这席我给你张罗了。我爸一点没客气，这坡就下了，正好给我妈求戒指去了，说要跟年轻人学学浪漫。我们同学一下上态度了，这个叫开放三明治，这是火腿蜜瓜卷，然后他重点给我讲了一下这个，说这个是意大利的求婚面包。我一瞬间有点恍惚了，我说我爸今天如果是要求婚的话，我在这是不是稍显多余了？完，我爸说我妈最愿意吃菠萝咕老肉，他要亲自下厨整一个。哎呦我的妈，3个人帮做出来的。后来我寻思这2口子跟我关系都不错，这事儿我也得上啊。做了个烤肘子，还来了一锅铁锅炖，有事儿必须得先给锅支上，因为我是浪漫的东北人。来吧，吃香香了，先给仪式感拉满了。我爸还准备了神秘礼物，我都不知道这老头从哪儿整的冰墩墩，还有一盒冬奥徽章。我爸说别人有的，我媳妇也得有。完，小宝说那别人媳妇有的，我爸也得有。老婆子，今天是情人节，这帮小年轻的，这个浪漫那个浪漫的，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咱俩一起一辈子。这是我拿身份证定制的第2钻戒，一生只能买1枚，不管过去几十年还是未来几十年，我就爱你一个。这辈子我们一起慢慢变老吧。这戒指一戴，这不就是最高级的浪漫吗？但我感觉我爸有点不甘心只制造浪漫，他吃饭把衣服换回来了。他说我对感情很真诚，但我对本命年也同样尊重。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所以我也买俩锤子，打算家试试。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手就不能回弯了，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问题这肉越砸越碎，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砸了10个小时，但做出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后来我查了一下，这就是因为牛走的太早了，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它自己就会出水，这我就很尴尬了。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而且即便我去了，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槌跑啊。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的牛肉的，我们连夜就干过去了。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拿到这样的牛肉，我们1秒都没耽搁，火速就回家开砸了。这个肉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半个小时就能砸成肉泥，而且一点也不崩，还特别粘手。就这么一比啊，我们昨天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这回终于要见亮了，我也抽空发一波福利，这不粉丝300多万了吗？趁拼多多国庆大促，给大家准备了一批苹果13做粉丝福利，官方价7000多的手机，全都按清仓价秒杀，而且都是全新带发票的。手机我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置顶链接还在，这说明还有库存可以抢，你们赶紧去试试。然后这回买了30斤牛肉，我们5个小时就砸完了。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然后我还掉了锅
骨汤，但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然后做的比较多，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的牛肉丸。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说这几天我们趴窗户都看见了，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全靠老嫂子狠活啊。